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有料的主题：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两位 AI 领域的巨擘 John Hopfield 跟 Geoffrey Hinton。但最有趣的是什么？他们得奖的这个研究是关于人工神经网络，而且这个理论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来了。这就奇怪了，对吧？一个40几年前的老理论，为什么是现在才被物理学界的最高殿堂认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这次分析，我们就来把它彻底讲清楚。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先来想一个问题：你看看这个机器要如何在没有猫的定义下学会辨认猫的样子？你想想看，我们人类学这个好像天生就会，看几张照片哦。这个毛茸茸的，有尖耳朵，有尾巴，8、9不离10就是猫了。但对电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你没办法写一行程式码说 if 有毛 and 有耳朵 then 输出猫，因为狗有毛有耳朵啊，对吧？很多绒毛娃娃也是。你要怎么去定义那个猫的感觉？规则根本写不完。所以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度困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从范例中学习，而不是死板地遵从指令。这其实就是整个近代 AI 科学最核心的挑战。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两块最重要的基石。好，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早期 AI 研究的年代，当时的科学家们，他们面临一个超级巨大的挑战。我们要怎么复制出人类大脑那种不可思议的记忆跟学习能力？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两个环环相扣但又很不一样的问题。你需要一个系统，它不但要能记得住东西，更关键的是，它还要能学会新东西。这就有点像你需要2把钥匙才能打开通往真正人工智能的大门，而这2把钥匙就是分别由我们今天的2位主角所打造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对比图，你马上就能明白当时的困境在哪里。你看左边，人类大脑，它处理资讯的方式是模糊的，是直觉的，甚至可以说是乱中有序。我们看到半张脸就能认出这个人是谁，听到几个走音的音符就能哼出整首歌。我们靠的是数十亿个，虽然慢，但彼此连接极其复杂的神经元在做集体决策。但你看右边的传统电脑，完全相反。它非常快，非常精准，但也很死板，像个一板一眼的会计师。你给他一条指令，他就执行一条。他需要的是100%明确的输入。你程式码少打一个分号，他就直接罢工，更别说处理什么模糊不清的资讯了。所以，科学家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系统，能像左边那个充满弹性的脑袋一样运作，而不是像右边那台精密的计算机。这个伟大的想法，最终就催生了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概念。好，第一把钥匙来了。打造这把钥匙的人是 John Hopfield， 这个人超酷的。他不是电脑科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他是一位物理学家。这也让他能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问题。他没有一头栽进去研究大脑的生物气节，而是把物理学中像是磁铁啊、热力学这些系统的观念，直接带进了神经科学。我必须说，这真的是一个天才到不行的跨界思考。Hopfield 自己说的这句话，完美解释了他的思维模式。对他来说，物理学不只是研究原子或星球，而是一种相信万物皆可理解的信念。他相信，不管是磁铁里面的粒子，还是大脑里面的神经元，背后一定有共通的、可以被理解的数学原理。这就是物理学家的浪漫。他们相信宇宙万物从星系运转到大脑思考，最终都能被写成优雅的方程式。而 Hopfield 就带着这样的信念闯进了生物学的世界。那么 Hopfield 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叫做联想式记忆。这个概念我们每天都在用，而且用得超自然。比方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很久不见的国中同学，你可能只看到他模糊的侧脸，这就是部分线索。但你的大脑唰了一声，瞬间就跳出了他的名字，他当时坐你隔壁，还跟你借过橡皮擦，这就是完整记忆。Hopfield 的目标就是想用数学模型打造出一个能够像这样自动脑补资讯的系统。你给它一个不完整的图案，它能自动帮你还原成最接近的他记得的那个完整图案。
重点来了，哈菲尔最天才的洞见就是这个能量比喻。他把整个神经网络想象成一个物理系统，像是一个高低起伏的地形图。你看哦，一个破碎的记忆就像一颗被放在很高位置的球，状态很不稳定。网络开始运作，神经元不断更新，就等于让这颗球顺着地心引力滚下山。那球会滚去哪？当然是往低处滚嘛。最终这颗球会停在某个山谷的谷底，这个谷底就是一个能量最低点，是一个最稳定的状态。而这个稳定的状态就对应到一个完整的记忆。各位，这个想法真的太漂亮了。他把一个复杂的计算问题直接转化成了一个超级直观的物理问题，就像看着一颗球滚下山一样自然。这就是物理学跨界带来的降维打击。好，简单整理一下霍普菲尔网络的核心机制。它的神经元很简单，就是开跟关两种状态。整个网络的运作目标就是找到一个最低能量的稳定状态，而这个状态就是它储存的记忆。这个模型非常优雅，但它有个致命的限制，它很容易卡在一个局部最低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球滚下山，它可能滚到一个小土坑里就停住了。它觉得不错了，我休息了。但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更深更大的峡谷，也就是更正确的记忆。但它没有足够的能量跳出这个小土坑，就卡在那了。所以说，霍普菲尔网络解决了记忆提取的问题，但如何学习和如何找到最佳记忆，我们还需要第二把钥匙。这第二把钥匙就由人称 AI 教父，可以说是当今 AI 领域辈分最高的大神 Geoffrey Hinton 来打造。如果说 Hopfield 是创造了一个有着许多记忆山谷的地形图，那么 Hinton 就是发明了一台能够根据我们喂给它的数据去自动雕刻这个地形图的引擎。它解决了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学习问题。Hinton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Hopfield 的网路像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只会滚到最近的那个山谷。但真实世界更复杂，对吧？就像我们看一张是兔子还是鸭子的错视图，我们的大脑可以在两种诠释之间自由切换。一个只会死守最近答案的系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更聪明的系统，一个能够跳出眼前的好答案，去探索全局，寻找那个最佳答案的系统。我们来直接比较这两个模型。左边的 Hopfield 网路，它的过程是决定性的，只会往山下滚，很死板。但右边 Hinton 提出了波兹曼机，它的过程是随机性的。Hinton 引入了一个关键元素——杂讯。你可以想象成，在球滚下山的过程中，我们不定时的去剧烈摇晃一下这个地形图。这个摇晃就像地震一样，偶尔会给球足够的能量，让它震出一个不够深的小山谷，去探索地图上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更深的山谷。这个看似破坏性的允许走上坡的能力，其实就是学习和创新的关键。所以，什么是波兹曼机？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懂得几率的神经网路，是一个懂得犹豫和探索的网路。它不只是死背答案，而是去学习数据背后隐藏的结构和多种可能性。就像 Hinton 自己很爱举的例子，那个叫内克方块的错视图案，你看着它，大脑会在两种 3D 诠释之间来回切换。波兹曼机的目标就是要学会这种高阶的能力，理解到同一个输入可能对应到多个合理的内部表征。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这可以说是 Hinton 最核心的贡献之一，一个美到像诗一样的演算法，叫做清醒睡眠演算法。你看哦，第一阶段清醒阶段，我们给网路看真实世界的资料，比如说成千上万张猫的照片。网路的任务是调整内部连接，把代表猫的那个山谷挖得更深一点。好，第二阶段睡眠阶段，我们不给它看任何东西，让网路自己做梦，随机产生图像。这时候网路的任务是去削弱那些产生出奇怪幻觉的连接，把那些错误的山谷填平一点。这一来一回，网路的目标就只有一个，让它梦里产生的东西越来越像它清醒时看到的东西。透过这个简单到不可思议的规则，网路就自己学会了这个世界的样貌。这真的太神奇了，对吧？Hinton 等于告诉我们，学习的本质可能就是一场梦境与现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与校准。这个想法虽然天才，但在当时却碰到一个巨大的瓶颈。就像你设计了一台法拉利，结果发现它只能用蜗牛的速度跑。就是这里写的，理论很美，现实很残酷。完整的波兹曼机要达到那个所谓的热平衡状态，计算量实在太大了。
用当时的电脑去跑，可能跑到天荒地老都跑不完，完全不实用。这个问题让这个漂亮的理论在学术界被冷冻了将近20年。但也正是这段漫长的 AI 寒冬，为下一个重大的突破埋下了伏笔。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有了 Huffield 的记忆模型和 Hinton 的学习理论，这2块基石都到位了，但他们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他们是怎么从黑板上的公式变成我们今天手机里、电脑里无所不在的 AI 技术的呢？关键就在于一次让学习变得可行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还是来自 Hinton， 他提出了一个简化版的模型，叫做受限波兹曼机，也就是 RBM。所谓受限，就是规定在网络的同一层之间，神经元不能互相连接。这个小小的限制却带来巨大的好处，它让学习演算法变得快非常非常多。虽然它是一个近似的不完美的解法，但 Hinton 发现这个捷径已经够好了。这在科学和工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不追求100分的完美理论，而是寻找一个80分但速度快上10000倍的使用方法。而 RBM 就是那个80分的完美解法。它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成为了搭建更复杂的深度网络最关键的基本元件。有了 RBM 这个乐高积木之后， Hinton 和他的学生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玩起了叠叠乐。第一步，用一个 RBM 去学习最底层的原始数据，比如像素，让他学会辨认边缘。第二步，把学到的边缘特征喂给第二个 RBM， 让他学习如何组合成形状。第三步，再把形状特征喂给第3个 RBM， 让他学习组合成物件。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它解决了以前训练深度网络时最头痛的梯度消失问题。透过一层一层有效的预先训练，等于是先帮整个深层网络打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让最后的微调事半功倍。这个方法就是解锁深度学习力量的黄金钥匙。Hinton 后来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来形容 RBM 的历史定位，就是酵素或是说是催化剂。RBM 的任务是启动并加速一个重要的转变，也就是证明了深度神经网络是可行的。一旦这个观念被大家接受，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 RBM 也就不再是必需品了。但如果没有它当初的临门一脚，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AI 大爆发。像是当年轰动一时的 Netflix $100万推荐系统大赛，获胜的队伍就用到了 RBM 的技术。还有后来 Google 第一次把真正可用的语音辨识放进 Android 手机，让你可以跟手机讲话，背后的核心技术也都有 RBM 的影子。它就是那个开启时代的催化剂。好，我们来到了结论。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就在讲2个最根本，甚至带点诗意的思想。第一是 Huffield 提出的一个会自动稳定到记忆的物理系统。第二是 Hinton 提出的一个会透过做梦来学习现实世界的认知引擎。这2个看似抽象的物理学概念，在经过40年的漫长等待后，却奇迹似地融合，成为了我们今天每天都在使用的 AI 技术最底层的观念基石。这一张总结表把2位大师的贡献整理得非常清楚。左边的 Huffield， 他的贡献是联想式记忆，核心思想是计算是一个物理系统寻找最低能量状态的过程。而右边的 Hinton， 他的贡献是学习演算法，核心思想是学习就是让网络的内部模型去逼近外部世界。一个负责记忆的稳定，一个负责学习的探索，两者看似方向不同，却完美互补，共同撑起了这场波澜壮阔的 AI 革命。最后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荧幕上这个数字40多年就是答案。这说明了基础科学的发展往往不是一条康庄大道，更像是在黑暗中漫长的探索。从一个物理学家对记忆的好奇心，到一个 AI 科学家对学习的执着，这些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理论研究，在当时看来可能遥远而不切实际，但他们可能只需要等待一个时机，等待计算能力的提升，数据量的爆发，就能在数十年后开花结果，变成彻底改变世界的技术。诺贝尔奖这次的肯定，不只是给这2位学者，更是对所有默默耕耘、甘坐冷板凳、走在时代前端的基础科学家们最崇高的致敬。
影片的最后，我想留下 Hinton 提出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到现在还在思考，他当年设计的清醒睡眠演算法，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学习的真实样貌？我们每天晚上睡觉进入梦乡，是不是真的就像 AI 一样，在整理白天的资讯，把不重要的杂讯忘掉，也就是所谓的 unlearn， 来优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内部模型？这个问题巧妙地把最尖端的 AI 研究又拉回到了对我们人类意识本身最根本的探索。这也让我们看到，最伟大的科学永远是在不同领域的边界之间激荡出最璀璨的火花。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Hopfield 教会了机器如何记忆，而 Hinton 教会了机器如何学习。一个是基于物理的稳定性，一个是基于梦境的探索。这两个40年前的伟大思想，最终点燃了我们这个 AI 时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对大脑学习秘密的看法。我们下支影片见。